你有听过劳健保的集聚表吗？我们每年都会在部落格中整理出劳健保保费及劳退提缴费用3合1对照表。这5年以来呢，陆陆续续一直都有读者给予我们肯定，但是也发现从一开始几乎只有我们在制作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单位也跟着我们发布了类似的表单。看来大家都知道劳资双方们对于这一类的资讯需求是真的越来越多了吧？由于每一种社会保险都会有不同的法源依据，因此其实集聚表呢也都不太一样，甚至连投保薪资的上下限也都不同。就是因为这样子发散的资讯，促使我们在几年前开始呢，希望透过汇整劳动相关领域资讯的专长，让大家更直观的可以知道投保集聚到底该怎么样认定。这支影片呢，就希望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该怎么样看懂自己的投保薪资集聚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在试着看懂集聚表之前呢，想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基础的观念，那就是虽然我们口语很常会说公司应该要帮员工投保劳健保，可是你知道其实严格来说，雇主应该要帮员工投保5种不同的保险嘛。这些保险我们通常会统称为社会保险。那以下呢，就想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5种社会保险有什么样的差异。第一种呢，当然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劳工保险又简称为劳保。依法来说，雇用5个人以上的事业单位就应该要成立劳保的投保单位，并且依法为员工投保。所以从反面来看呢，代表劳工人数未满5人的单位就并非为强制纳保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会很常听到员工不到5个人不用投保，这个就是它的法源依据。投保劳保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累积年资，未来就可以领到其中一种退休金，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年给付。当然除此之外也会有像是生育给付普通伤病给付等等的权利，在劳工符合条件的时候呢，就可以依法去请领。雇主在帮员工投保劳保的时候，除了到职第1天就应该要加保之外，还需要注意投保薪资集聚是否正确，也就是要看员工的薪资总额会坐落在集聚表中的哪个范围，就要找到相对应的集聚去申报加保。如果薪资是介于2个投保集聚之间的话，那就要以比较高的级数的投保集聚为准。比如说月薪是35000元的话，那就应该要对照36300元的集聚去投保。其实其他社会保险的概念也都是差不多的。再来要介绍的是就业保险，我们通常会简称为就保。依照就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呢，只要是我国籍的受雇劳工，就应该要以雇主为投保单位来申报加保就保。换句话说，由于就保法并没有像是劳保条例一样有受雇于雇用劳工人数5人以上事业单位的规范，所以只要至少有聘雇1名员工呢，雇主就应该要帮员工办理就业保险的加保。假如资方没有帮员工办理投保的话呢，或是补贴员工费用让他投保在职业工会，那当员工因为被资遣或是有其他的事由而有非自愿离职的状况时，他恐怕就没有办法去请领到失业给付、提早就业奖助津贴或是职业训练的生活津贴。另外当员工如果想要办理育婴留职停薪的时候呢，他同样也没有办法去申请到育婴留停津贴。那这些潜在的损失，劳工就可能会转向雇主这边求偿，所以老板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务必要依法帮员工投保就业保险。第3个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全民健保啦。依照全民健康保险法的规定，其实是把不同身份别的民众都区分为6个类型。不过一般劳工其实不用探讨到这么细节啦，只要知道健保也没有未满5人不需加保的规定，因此企业呢一样，只要至少有聘雇1名员工，原则上仍然要成立健保的投保单位，并且为他加保。那既然有提到原则，就代表其实也会有例外的状况，比如说像是部分工时人员的投保，它的原则就有一点不同了。不过为了不要占据太多的篇幅这个部分就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说明吧。再来就是雇主应该要帮员工按月提缴新制的劳工退休金，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6% 劳退金。劳工退休金条例呢是在民国94年7月份正式上路，所以只要在新法上路之后受雇，而且适用劳基法的本国籍劳工，都会属于劳退新制的适用对象。同样的，劳退条例并没有雇用劳工5人以上才需要为员工提缴的规定，所以就算员工人数不到5个人，也应该要为员工按月提缴不低于6% 的劳退金。
其实劳退金也是很多未依法投保或是有高薪低报情况的劳资争议呢会讨论的重点。因为如果雇主没有帮员工投保劳健保的话，基本上也就不会有提缴劳退金的情形。这个对劳工来说会是最为直接的损失，也是劳资争议发生的时候最可以直观计算求偿金额的项目之一。最后一个就是职业灾害保险啦。职灾险的法源依据呢是在110年的时候订定的《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这也是在制度上正式把职灾险从劳保中脱离出来。不过大家应该不会对这种法令的背景或是历史有太多的兴趣啦，所以我想说这边就讲重点就好。以前职灾保险还依附在劳保之中时，确实有跟劳保一样的规定，也就是仅有规定5人以上的事业单位应该要强制纳保，而未满5人的事业单位呢，则采用自愿加保的形式。这个就让一些微型企业因此没有帮员工去投保劳保，而只投保了就业保险健保及劳退金。结果员工不幸发生职灾的时候，职灾劳工他就没有办法向劳保局请领到职灾的相关给付，而这个时候呢，雇主就应该要自行去全额负担这些法定的补偿责任。坦白说，旧法的状况反而是对雇主更加的不利，因为没有职灾险的话，就没有办法申请给付来去抵充雇主的责任。有兴趣的读者们可以自己再去找找有关于抵充的相关概念，这边就不再让主题发散啦。总之修法后其实有很多的机制可以有效保障职灾劳工的权利，也因为职灾保险目前是独立的社会保险之一，所以雇主只要有聘雇1名员工呢，也一样应该要帮员工去投保职灾险了。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烧脑不过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的社会保险权利还是要有基本的认识或至少要在发生争议的时候，知道该怎么样去找到相对应的关键字跟相关的资料。毕竟法律主要还是保障了解法律的人接下来就回到主题，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所制作的劳健保3合1级距表吧。不过也先补充一下，为什么明明刚刚讲的是5种社会保险，但是我们却是制作3合1的表格呢？其实是因为一般来说就业保险都会随着劳保一起投保计收保费，所以我们习惯的呢就不太会特别去提到就保的部分。另外就是职灾保险因为它有不同的行业别费率差别，所以其实很难直接把费用汇整到大家都可以直观使用的表格之中。所以我们网站中的表格呢，实际上是劳保、就保、健保跟劳退的4合1。对了啦，还有加上雇主负担几块钱的工资垫偿基金，不过这个就不多提了。那这个表格呢是不包含职业灾害保险的费用的。不过后来我们有找到一个方法，让大家也可以直观的检视包含职灾保险的总费用。这个在影片的最后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所开发出来非常实用的小工具好像讲了太多的前提了，直接来大家看一下我们制作的劳健保3合1表格吧。由于不同的社会保险，它的最低以及最高的投保级距都不一样，所以大家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表格怎么会那么冗长？可是好险其中有几个重叠的级距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也才可以汇整成一个统一的表格让大家参考。前面讲的这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具体举例跟大家分享好了。比如说劳工保险最低的投保级距是11100元，最高的级距呢则是45800元。不过劳工退休金提缴的最低级距呢是1500元，最高则是15万元。但是这2种社会保险中间有重叠到的级距都是一样的。像是劳工保险投保薪资等级第1级的金额跟法定最低工资是一致的，那目前是28590元。因此只要薪资呢在27601元到28590之间，就应该要投保在这个级距。劳退呢也同样应该要用一样的级距来提缴。再来是劳保会有所谓的部分工时级距，也就是受雇者的月薪资报酬没有达到法定最低工资的时候，雇主仍然应该要去找到相对应的级距来申报投保。可是刚刚有提到最低的劳保级距呢是11100元，所以即使月薪资没有达到这个金额，雇主也应该要用这个级距来申报加保。同时也可以注意一下，劳退的级距是有再更低的，所以举例来说，劳工可能每个月只有简单的兼职工作，所以月薪可能是5000元。这个时候雇主虽然劳保仍然要帮他申报投保在11100元的级距，可是劳退的部分呢却可以用第4级，也就是6000元的级距来去申报提缴。另外也补充一下就业保险因为是随着劳保一起投保的，所以投保的级距
据也是比照劳保的规定，而一般劳工的职灾保险啊、全民健保的最低级距都一样是法定的最低工资。那职灾险最高的级距呢，目前是72800元，而健保的级距最高呢，则是在今年开始调整为313000的级距。我们所制作的3合1表格啊，基本上就是把劳资双方应该要负担的金额，针对不同的级距就直接标示清楚，让大家只要直接去对照是保在哪一个级距，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负担总额了。举例来说，劳保的最低级距是11100元，这也代表就算实际月薪资是低于这个金额，可是劳资双方分别要负担的保费也都会是一样的。就像刚刚提到的，劳退啊会有更小的级距差异，所以雇主要提缴的金额也就可能会跟着变动。从最后加总的栏位中呢，就可以看得出来，雇主负担的金额其实是有所不同的。最后也提醒一下啊，劳保、就业保险、劳退跟职灾险其实都是可以用日为单位来计收保费的，而健保呢，则是以月为单位来计收。但是为了让大家更方便的查阅，我们的表格呢所呈现的数字都是用月为单位来显示负担保费。所以大家只要依照受雇者的全薪，也就是具有工资性质项目的总额来去对照级距表，应该就可以知道应负担的保险费用的参考金额是多少了。那如果想要知道未满1个月的保费该怎么样计算，可以怎么样做呢？这个时候呢，可以参考劳保局建制的小工具，只要把正确的条件参数都输入进去的话，下方就会试算出劳资双方所应该要负担的保费啦。不知道大家看完前面的表格说明，会不会还是觉得有点不飒飒的感觉呢？这个时候就请大家参考一下我们在今年开发出来的劳健保、劳退与职灾险保费线上试算工具吧。只要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的网站中找到这个线上试算工具的页面，然后点选投保薪资级距，再选择适用的行业别以及劳工是否有申报抚养几名的眷属，就可以快速的试算出劳资双方应该要分别负担的保费啦。这个试算工具跟前面表格最大的不同之处呢，其实就是可以让大家直接计算出雇主应该要负担的职灾保费，这样在估算人事成本的时候，应该就会更加精准一点了吧。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内容啦。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意见，欢迎给我们一些回馈与鼓励哦。我们每次只要看到有人给我们一些小小的正面肯定，都会真心的感到非常开心啊。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